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比较多啊，第一个是美国版限电500个家庭受影响挨冻那么比特币突破5万美元，然后中国武装海警船进入钓鱼岛，北约平台上欧美的博弈那我们今天内容比较多我们简单的先开始第一个主题。异常寒冷的天气导致美国电网的大面积的瘫痪，美国有500万个家庭停电那么情况最严重的是德克萨斯州。为了防止这个网络的电网的崩溃，从北达科他州到德克萨斯州的电力供应商不得不滚动式的断电以限制需求。最严重的电力短缺可能持续到整个一天都会持续美联社的报道说，官方已经报告有2个人死亡，很可能死于寒冷。那么医疗中心正在解决他们的这个疫苗管理的问题，因为辉瑞的疫苗是需要零下很低的低温所以如果断电的话会导致这个疫苗的问题然后航班停飞。由于电力紧张，能源生产受到影响，恶性循环，超过日产100万桶的石油生产和日产100万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生产停产。那么很多炼油厂停止了汽车和柴油的产出拜登总统宣布德州进入紧急状态，以便提供更多的资源帮助。那么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成员说这个美国能源市场和电网的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那么极端气候影响到全国如此大的面积的地区那么这次暴冷的天气是近几个月来从日本到法国全球范围一系列恶劣天气事件中的最新的一次但是这次事件动摇了美国的电网，颠覆了能源市场。它凸显了面对气候变化带来越来越不可预测的天气世界变得更加脆弱。那么这也让人们对全球推动从交通到供暖制冷一切电气化的一些问题那么Power outage汇编的公用事业停电的数据星期二就今天整个德州有400万家庭和企业停电，另外有40万个家庭从路易安那州到俄亥俄州到弗吉尼亚州也是大面积的停电。俄勒冈州有将近25万人停电，25万个家庭停电那么在墨西哥，由于德州的电力短缺，引发了层层的故障，然后超过470万个家庭和企业陷入了黑暗。那么大概有65%的受影响的家庭会在今天中午恢复供电。那么虽然预计短暂的气温会回升，但是本周美国中部地区气候仍然寒冷。美国国家气象局说达拉斯周一晚些时候最低气温达到华氏2度，就是零下17度。周三最高气温达到29度，这是华氏但到了周四又会回落到10几度那么这种剧烈的天气状况很罕见，尤其是在德州的部分地区那么休斯顿德州最大的城市休斯顿道路结冰，人们冒着严寒排着长长的队补充家用的这个丙烷罐就是煤气罐那么交通和路灯都瘫痪了，木材卖完了，杂货店的牛奶必需品已经卖光那么
主要的影响是什么？主要的影响是寒流让德州非常分散的电力市场措手不及。那么，这个德州的电网它是为炎热的夏天设计的，而不是冰冷的冬天，所以很多家庭是靠电力取暖。那么从2011年以来，那么德州还没有试过滚动式的停电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交通和供暖行业越来越多的使用绿色电力，但电网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准备好。随着电力需求的增加，电网更加依赖风能和太阳能。但是风能和太阳能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波动，电网不得不增加备用发电的接入。那么德州风电和燃气发电都受到寒流的影响，没有足够的备用储备电力来维持供电。那么对家庭的影响就是没有电，很多家庭它是靠电取暖，那就挨冻啊。那么美国石油日产减少了100多万桶，美国原油1年来首次突破了$60生产了全球1半燃料的炼油综合体，在没有电力和天然气供应的情况下，正在艰难地维持着最大的炼油厂已经关闭，还有可能减少全国的汽油和柴油供应，影响是非常的大啊。那么德州的瓦哈枢纽天然气价格这是其他地区价格的100倍啊。然后分析师说，德州的危机表明，这个电网需要更平衡的电网啊。分析师说德州的危机，德州电网经理电力可靠委员会的主管说，星期一总容量超过34千瓦的发电厂停产还包括了核反应堆、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和风场发电，目前还不清楚原因。星期二早些时候，德州的发电量还没有出现，到今天发电量还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恢复那么电力发电主要是风力发电，涡轮叶片结冰没办法运转。那么德州1半以上的风力发电停产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国家气象局表示，休斯顿一夜之间可能会下2英寸的雪，同时还有冰雪。它将会在3月受到另外一场风暴的袭击，带来冰和冻雨那么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情况。我们分析一下美国发生的限电和中国发生的限电的情况类似那么但是中国的限电更复杂那么美国成因是一致的，就是寒冷的天气。寒冷的天气造成电力需求急剧增加特别是那些原本它就不是特别寒冷，它突然一下寒冷。那么不是特别寒冷的地方呢，它冬天呢取暖呢通常是用电。那么通常寒冷地区的取暖呢通常不用电，用什么呢？用天然气或者用油更多一点。那么如果这些地方突然降温，它的电力需求会一下子上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电力短缺的原因有差别那么美国的原因是什么？美国的原因是大量的绿色能源供应就是说随着这些年不断的推动这个绿色能源取代了很多传统的电力供应那么这些的电力供应受到天气的局限，比如说天气不好，太阳能就没有电，没有风就没有风力发电它有一些局限。当它的这个需求一下子上来，而绿色能源又受到气候的影响，没办法供应的时候，它的备用电力就不够
不能够补充它中间出现的缺口，这就是美国出现限电的原因啊。那么美国需要一个更加智能的电网和更大规模的这个电力统筹，就是有些地方它的备用电力能够分享到其他地区去啊。如果美国不能实现这个的话，那么绿色的能源呢会有它的问题啊，因为你还得储存足够多的备用电力才行啊。这是美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就复杂。中国情况在哪里？第一个，绿色能源是一个原因，跟美国一样，但是中国的绿色能源在一部分的省，你比如说湖南的绿色能源规模就比较大啊，其他的省没那么大啊，湖南比较大。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限电的电力供应短缺的问题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煤炭价格啊，煤炭价格高涨导致了电厂亏损，于是它就控制发电。当它控制发电的时候，造成了电力供应不足，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疫情造成很多地方的小火店倒闭，它本来小火店这些小火店是可以作为一种备用的能源供应啊，电力供应，但是它已经倒闭了，倒闭就直接关闭掉了，关闭到它没办法当需求一下子上升的时候，它没办法提供补充啊。那么中间还穿插了一个什么？穿插了一个澳煤事件，中国这个限制就是停止从澳洲进口澳洲的动力煤。那么停止进口澳洲动力煤造成什么？中国动力煤不足啊，这是这几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限电的原因更多、更复杂一点啊，更复杂一点。但是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个反应不一样啊，反应不一样。你看美国发生了什么情况？美国发生了限电，媒体马上报道出现了限电啊，有500个家庭挨冻啊，然后美国总统上来就宣布德州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要支援他，然后就大家想办法解决它。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情况就是没问题，没事，不报道，不让报道啊，不说啊，这是一个。然后政府官员就出来这个说没问题，我们供应没问题啊，这就完全不一样啊。美国就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影响，有2个人据说是2个人冻死了啊，这就是美国的反应啊。这基本上就这件事情啊。好，我们来讲讲比特币啊。比特币我们刚刚讲完，比特币冲过了3万美元，然后过了1星期，我们比特币冲破了4万美元啊。没2天，我们今天又宣布比特币冲破5万美元，看你还入不入市啊？新闻是这样啊，比特币又冲过了一个里程碑啊，突破5万美元，继续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眼球啊。那么截止上午7点半啊，今天上午7点半美东时间啊，比特币的价格是50191啊。那么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73%。以太币上个星期五破纪录啊，今年以来涨了140%，比比特币涨得还多啊。那么比特币去年第4季度涨了170啊，达到2.9万美元啊，比去年年底啊。那么7天后破4万美元啊，就是7号啊。那么马斯克啊，这个 Paul Tudor Jones 这些名人啊，这些名人的效应啊，这个包括这个特斯拉买了15亿美元的比特币啊，然后这个比特币就继续涨。10多年前比特币只有几美分，持续了几年时间啊。那么特斯拉公司宣布
它的资产负债表增加15亿美元比特币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催化剂。然后比特币在2月8号上涨 16%， 那么这是3月份去年3月武汉肺炎疫情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就是特斯拉宣布资产负债表15亿美元比特币那么大家反正就是我就不想再说这个比特币市场的情况。比特币市场现在是什么情况？星光熠熠各种名人都在比特币市场精彩亮相什么万斯达卡、马斯克摩根斯丹利摩根斯丹利现在说摩根斯丹利准备把它放到投资清单里面去等等。总之，现在你可以去市场上一看，都是星光熠熠，都是那些名人、有名的机构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所以比特币就涨过5万美金我们还是讲一些最基本的因素我在 Bloomberg 看见有一篇文章讲了12个问题那我就把它抄过来我跟大家讲一讲这12个问题，为什么比特币还在涨比特币还在涨为什么我们这12个问题12个问题我就把这12个问题给大家讲一下，顺便就梳理一下比特币的这几件事情第一个，比特币为什么大举反攻比特币在去年年底翻了2番那么一连串的发展表明它正在向着主流化迈出更多的步伐。10月份PayPal 开始让客户使用它进行购买，就让他的客户购买比特币。然后一些大的金融玩家推出了基金，让投资者更容易将加密货币加入他们的投资组合。那么其中包括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等等那么催化了这种。与此同时，各国央行在疫情期间向金融体系注入了资金大规模的资金，引发了通货膨胀的争论那当然其实现在还没有通货膨胀，那么让人们对黄金和比特币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因为这2个产品都是稀缺资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是第2个问题，这是另外一个泡沫吗那么每一次比特币的大幅上涨都吸引了大家的眼球那么1月7号，今年的1月7号，所有加密货币的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那么这是一个但是投资这种加密货币是一个有风险而且不稳定的前景。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工具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监管的资产受制于变幻莫测的市场，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些大家要小心好，第3个问题，谁在购买和使用比特币那么一些很有名的这些投资家这边Alan Howard Mike Novogratz 这些很有名的这些基金经理他们都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然后富达投资那么调查发现 36% 的机构受访者那么在他的投资组合中持有加密货币超过6%的60%的人表示对比特币或者其他加密货币感兴趣，前年只有不到一半去年已经变成 60%。 可以肯定的是，比特币是一个交易稀少的市场，所谓的鲸鱼控制的大量的这种货币持货量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那么研究机构表明这个比特币的数字账本上可以追踪到的匿名账户中，只有 2% 的人控制着 95% 的
可供应量，就是它的量，它的比特币是集中在非常少数人的手里，这是为什么比特币会涨得那么高啊？那么鲸鱼的退出啊，会给整个的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影响啊，反正就要小心啊。那么比特币是一个货源归边的一个市场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什么？比特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贪婪和恐惧啊。比特币的粉丝认为，最近的涨势和它的兴奋期和其他的兴奋期没有可比性，因为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进入，该资产已经成熟了啊。他们认为比特币已经开始趋于成熟。那么，政府债券等传统资产的零收益和负收益正在推动对冲基金寻找替代方案。在币价上涨到创纪录的时候，人们担心会错过这个机会。虽然反对者长期以来一直说比特币将不可避免的崩溃，但最近很多人不得不修正他们的想法。那么只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人似乎相信比特币，也有更多的人讨论比特币作为合法的对冲通货膨胀的风险和美元的弱点啊。那么这是比特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啊。第五，为什么比特币能够和黄金相提并论啊？黄金是一个稀缺资源啊。那么黄金历来是拿来干什么？拿来对冲这个通货膨胀的工具啊。那么去年8月，黄金涨到历史新高啊。那么各国的货币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就是当各国货币疯狂的发钞的时候，会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什么意思？就是货币贬值。那么黄金不会，黄金因为它，你要开采黄金需要时间啊，你没办法一下子开采大量的黄金进入市场，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比特币的特点也是这个，比特币你挖矿，那么挖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你每年出来的比特币也就那么多啊，所以它和比特币跟黄金的共性是什么？共性就是都是稀缺资源啊，都是稀缺资源啊，这是第5个啊。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认为，如果比特币吸引了与现在投资黄金同样多的资金，那么从长期来看，比特币的理论价格会涨到14.6万美元以上啊，14.6万美元以上。就是说，如果投资在黄金的这个资金同样多的资金跑到了比特币的这个产品上面的时候，那比特币的理论的价格应该是14.6万美元啊。这是第5个。第6个，比特币现在合法吗？啊，那么有一些投资者投资比特币，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些保障措施啊。那么过去几年里，比特币发展出了一个更实质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啊，有一些托管和交易服务专门是针对大型受监管的投资者，例如美国财政部提议要求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保留记录并提交报告，以验证某些加密货币交易的客户身份。包括美国联储局和欧洲中央银行在内的一些央行正在研究将主权货币数字化。那么，不管怎么样啊，比特币和其他的加密货币
都存在什么诈骗、洗钱、逃税、网络盗窃的问题啊，所以大家要记住，比特币现在仍然有交易风险啊。那么比特币到底是什么啊？比特币就是它的核心就是一套这个软件协议啊，这套软件协议用来生产数字代币，那么用一种难以伪造和重复使用的代币方式来追踪它的交易，它其实就是一个账本啊。那么一个比特币只有在用户同意的范围之内才有价值啊。那么比特币系统是怎么来的？区块链是什么？我不说了。那么，谁来执行比特币的银行功能？是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上，通过共识来完成。比特币交易可以通过电子钱包的网站来进行。那么新的交易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一批一 lot， 然后广播到网络上去。然后呢，比特币的矿工进行验证。那么去年呢，比特币的产出减半啊，那么就是发放给矿工用于验证交易的新的比特币的数量少了一半，这是为什么比特币去年涨得这么快的原因啊。那么减半每到3年、3、4年会发生一次，它主要是为了减缓新币的开采速度。那么生产在2100万枚的时候会完全停止啊。这件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估计会在2140年的时候会发生。2020年底，比特币总共有多少？1850万枚啊，大概是这样。那么谁是矿工啊？谁都可以是矿工，只要你有电脑还有电啊，那么就是大家就去挖矿，就是解锁啊，其实就是解锁。然后你解锁之后，你解锁看谁解锁的快，谁解锁的快，谁就得到那个比特币啊。好吧，大概就是这样。如何购买比特币？有很多办法，那么可以直接在 Coinbase 这些交易所购买比特币，也可以在其他的交易平台上购买。好吧，这个比特币就讲这么多啊。总之呢，那我还是那句话，又创历史新高啊，风高浪急啊，大家要小心一点，好吧啊。那我们下面再讲一个主题啊，中国武装海警船进入钓鱼岛啊，武装什么呢？武装舰炮啊。中国4艘海警船啊，近日先后进入钓鱼岛海域啊，其中有舰船配备了舰炮，那么尝试接近日本渔船。日本外务省星期二就是今天向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海警船迅速离开。那么日本时报报道，这是中国授权海警船执法可以对外国船只动武的海警法本月1号实施后首次有武装船舰进入日本海域啊。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表示，2月15号中午过后，有2艘中国海警船的船只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至16日凌晨4点30分，又有另外2艘中国海警船进入，其中1艘疑似配备舰炮。由于该4艘海警船尝试接近日本渔船，当局决定在渔船附近配备巡逻船，加强警戒。那么，日本政府发言人兼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船的活动违反国际法，强调对此感到很遗憾，完全无法容忍，
并且透露日本政府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中方表示抗议，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同一天2月16号，解放军一架运8反潜机上午9点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派遣军机监控，并广播驱离，要求解放军军机立刻离开。那么解放军本月累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13天今天16号有13天有军机来加上中方在南海有填海造岛的行动，令南海局势加剧紧张。那么台湾进行这个下月1号，就是3月1号到23号实施本年度第1季的军事演训，执行环岛海域对海实弹射击，大概就是件这样的事情。中国还是在台湾方向、日本方向继续进行保持军事压力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好，那我们后面的这个主题就没有时间了。我们后面的主题本来是想讲拜登总统星期五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发表演讲，这是一个活动。另外北约国防部星期三就是明天，星期四后天进行这个视讯会议，国防部长会议就是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在网上进行就是明天跟后天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会出席并发表演讲那么北约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军事合作的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之前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现在拜登政府要在这个平台上和欧洲的盟友进行博弈希望修复欧美的这种盟友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讲，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讲。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 好吧？那么今天的主题比较多议题比较分散，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简短，好吗？好，另外请这个德州的网友跟我们说说你们当地的情况好不好明谢一下全秀兰，谢谢观点，从停电的这事可以看出，在绿色能源未能完全稳定的提供电能前，都不可能取代现有的火力发电为主的体系，因为我们必须确保在极端的情况下，发电厂也能运作。显然，现在绿色能源未能做到，所以现阶段大量取缔火力发电体系不可取。我基本上是同意的观点，备用电力不是指储存的电，我们目前使用的交流电是无法储存于任何设备的。通常一个地区如果常态性使用10万度电，那么发电厂需要发出11万度的电，那么多出1万度的电就是备用电力。如果这个地区用电量突然激增，超过11万度电，就会造成跳电、停电。OK， 备用电力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是设备的概念，就是这个地区如果它使用1万度电，那么你要发出11万度电，这是备用电力。那么其实它还需要可能再多准备几个发电机组那么能够发出，比如说它多出突然激增超过11万度电，你要启动新的这个发电设备，让它的供电能力超过11万度电那是它需要更多的后备电力，
观点：美国这次限电事件正好给予国内的人提供一个很好的独立思考的机会，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处理应对类似问题，从而也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为什么将环保议题列入国家政策。我们普通人应该清晰地意识到，面对大自然，人类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都无法精准控制事态的发展。那么只有愿意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人，才能真正获得胜利。然而逃避、欺骗、树立盲目崇拜、制造娱乐致死的温柔陷阱的这些人，只会自食其果。好，观点：美国大范围断电，又让一部分五毛大脑充血，兴奋异常。这就是当下部分墙内国民的思维模式，比差思维啊。他们考试得了50分，你看还有一个考了40分的，顿时心里舒服了很多。但是他们从来不看那些考得比自己优秀的人。OK， 情况，北中东欧地区也经历了这些年少见的一次寒潮，大雪封山、封门、封路，好像没有出现像美国这样的大面积停电事故，没有在疫情肆虐的艰难时刻雪上加霜。只是前一阵子奥地利拒绝购买捷克的电力，理由是捷克的核电厂一直在运行，结果是奥地利电网几乎崩溃。核电是这些年来欧洲各国争执的一个焦点，核安全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备受质疑啊。情况，国内以前装风力，国内目前目前风电装机成本低于煤电装机成本，而且不用烧煤。风力发电沿海地区售电价是6毛多一度，风力发电售电是煤电的2倍。西部内蒙的风电却大量的弃电，什么意思？没看懂。就是沿海售电价格6毛多，风力发电是煤电的2倍，那谁愿意用风电呢？没办法是吧？没办法那就没办法。观点：对比比特币，我过去是买了买，卖了卖，买了卖，卖了买，这次抱定决心打死不卖了。如果我有钱还会继续买入，并非投机，而是觉得比特币可以抵抗通胀，并且成为世界通用的电子货币。有2点提醒一下啊。第一个，不要跟你的投资品谈恋爱啊，就是获利是一个投资行为的终点啊，这是第一个，不能够打死不卖啊，这个是不对的。要买要卖，要交易要投资要学会，首先要学会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交易啊，投资首先是交易，你要学会交易，怎么交易，什么时候交易啊，这是第一点。所以不能够抱定买了不卖的这心态，这个不对啊，要买要卖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投资跟投机没有区别啊。有些人讲啊，我是投资，我不是投机，我是看内在的价格，2个字啊，叉叉2个字啊。投资就是投机，投资是由投机构成啊，没有投机就没有投资啊，所以不要说投机是个负面的词，投机是个中性的词啊。有些人说投机不好，我投资才对啊，那是骗人的。记住，投机就是投资，投资也是投机，没有区别。所有人只是看结果啊。那有人说啊，我看结果，你注重结果才不会有好的结果。你不注重结果，你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不要听那些大师们胡扯，大师们的那些话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大师，你也没有大师的资金，所以不要跟大师学，就用普通的
普通的常识、普通的智慧，总之要认真就好了。集中注意力，不要走神。投资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不要走神就对了啊。然后不要听别人忽悠就对了，好吧？观点：大学时炒了一阵子外汇，感到自己心中的贪婪和恐惧都极度膨胀，整个人都迷失了方向。冷静下来之后，决定此生不再做此类投资。有时间和资金跟市场勾心斗角，我更愿意用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OK。观点：以前在国内的证券公司工作，一个大户说他看一只股票有庄家进入，就跟着买了200万，结果那个股票剧烈波动，把他洗了出去。他一直想把它洗出去，他一直没出，结果庄家就2年没动。中国股市也好，比特币也好，都是做庄的割散户的韭菜。庄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筹码，是不会往上拉的。普通人想靠这个挣钱，和买彩票的概率差不多。反正呢，比特币归边啊，货源归边，2%的人因为95%的货。那你想一下啊，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大象啊，你记住，这个房间里有个大象，很大啊，很大。总之你要小心那只大象，不会一脚把你踩死就行啊。OK。观点：投资比特币跟投资外汇是一样的，挖矿除外，和投资股票是两回事。股票可以被割韭菜，但是比特币可以像美金一样进行货币交易。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又让任何人都无法割别人的韭菜。当然，当比特币全部挖空之后，高昂的手续费可能让比特币迎来灾难。任何的股市，任何的金融市场都会有韭菜啊！你要小心你要比较小心变成那个韭菜就行啊！你说没有韭菜，那是不可能的。没有韭菜谁来挣钱呢？情况：比特币大涨，造成了中高端显卡脱销。目前，京东上所有中高端显卡都断货。在淘宝旗舰店还有的卖，但价格涨了不少。想升级显卡，看来要等矿难啊。情况：目前币价情况下，使用家庭电显卡投资日益收益率，使用家庭电显卡投资日收益约 0.7%。OK。情况：坐标德州，目前所在小区水电正常。希望寒流快点过去。 OK， 你真幸运啊。情况：日本继前几天的福岛强震之后，又连续有暴雨和暴风的极端天气。在气温最冷的2月下，这么猛烈的冬雨特别少见。地震灾区有些房子屋顶有裂缝，暴风雨导致临时覆盖的塑料布被吹走，屋顶漏雨，很多人没有睡好觉。 OK。 提问：连日本、苏联的核电都会出问题，请问王老师，我们应该提防广东的核电站吗？广东哪止广东啊，到处都有好吗？整个沿海，中国整个沿海，从我印象中从山东开始吧，一直到广东，一直都有啊，全部都有啊。江苏、浙江更多啊，浙江更多。然后是江苏、浙江，广东福建都是有啊，都有核电的。中国很多核电站，中国建核电站的速度和规模比其他的国家来得大。中国没有人抗议用核电啊，中国没有人抗议用核电，所以中国核电盖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多啊，很多核项目都在上马。大家上网可以搜一下，我最近没有看这件事情。那么中国有没有核电的风险？当然会有核电风险啊。日本有核泄漏，苏联有核泄漏，那么其他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为什么欧洲很多国家反对用核电？
什么叫风险？就是没有发生的危险就叫风险。那么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这里面真的，虽然有一套核安全措施，就算你多小心，都是有风险。所以这个风险，如果讲核技术来说，应该是法国的核技术是最成熟的，但是欧洲还是不用，还是抗拒用这个核电不是说他们的技术不够先进，也不是他们操作不了，不是的，只是大家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希望这个没有你就零风险嘛，就这个问题啊。那中国为什么会用？中国因为没有人抗议啊，抗议的 NGO 都被灭掉了啊。观点：此次比特币上涨极有可能是因为拜登计划中的 1.9 万亿大放水，小机构提前买入推高的。一旦类似高盛、摩根大通大量买入，实际上对比特币不见得是个好事，因为一旦他们大量清仓，对比特币市场形成的冲击是空前的。希望比特币可以涨到100万美元或者是1000万美元，这样市场就可以拿比特币做大宗交易了，因为交易1000美元和1000亿美元的手续费是一样的。如果用银行转账的话，手续费是个天价，涨到100万美元，好吧，那我就跟我没关系了啊，那你们就爱怎么买怎么买吧。情况坐标休斯顿，这2天出现历史最低气温，我比较幸运有电，但是我的多数朋友家都停电超过24小时。我邀请朋友来我家，但他们更担心路上的冰。这里取暖主要是烧天然气，但是必须用电风扇吹，所以没有电就没有热气。有些朋友用烧天然气的壁炉取暖，有天然气炉灶的家庭还好，电炉灶的家庭做饭烧水都困难。情况随着算力升级，挖矿难度升级很快。我买了台矿机，电力已经覆盖不了受益就挖矿的时候试着接了根管子到衣服烘干机，效果比原来的烘干机还好，把矿机的发热量利用起来才划算。OK， 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骚扰日本到底有什么好处？台湾是挥不掉这个苍蝇了，但日本各方面实力底气都足，中共这样得罪有实力的邻居求什么呢？好问题好问题啊，非常好的问题。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两件事。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啊。日本战败国之后，它有一个和平宪法，和平宪法是现在日本人非常非常坚持的一样东西啊。日本的和平宪法限制日本，所以日本现在是没有军队的，它只有自卫队，所以日本现在的军力是不能反映它的国力和它的技术水平，因为他自己把自己的军力给削掉啊。虽然他很快可以整出一个非常强大的军队来，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这样的机制，因为它有个和平宪法，所以在和平宪法之下，日本有一定的防卫能力，但是日本的军力真的不是很强啊，它有很强的反弹力，所以日本基本上你可以看日本，看得过去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况。那么中国呢？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对日本？其实中国不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中国过去10几年来一直在钓鱼岛海域对日本施加压力啊，就是最早是用海警船，用巡逻啊，用各种方式去给日本施加压力。给日本施加压力的原因有2个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要压制日本
要压制日本，因为在中国看来，他的主要对手是谁？他主要对手是美国，他主要对手美国。那他对于他的主要的对手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渗透用各种方法去渗透。我打不赢他，我去渗透他改变他，让他搞不清楚方向。但是呢，他把另外两个，一个就是欧盟，一个就是日本，他的战略就是要压制这两个潜在的对手。所以在钓鱼岛的领域，对日本其实不仅仅是钓鱼岛，还有海上的这个油田就是对日本进行压制。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方式。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战略方向，就是这个对待美国，就是在有条件的时候稍微的挑战一下，没有条件就忽悠他这是一项的策略情况坐标德州普莱诺从昨天起，我认识的朋友中3/5的家庭失去了动力电力。OK， 观点：加州天然气计划风险极大，如果德州都有这样的寒冷天气，那么加州如果只用电，那么加州的居民真的惨了有多惨呢？情况：圣诞前，澳洲移民局长图治称，香港人到澳洲的移民将会制定特定签证，又指肯定是更容易取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然而上周澳洲总理反口，宣布不会给港人设新的签证。 OK， 为什么呢？澳洲之前就说过会给香港人设立一个叫什么我忘记叫什么，反正总之是一个救生艇，类似救生艇应该这样的计划了。反正现在加拿大，其实香港人最想去的地方是哪？是加拿大加拿大是香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哪里？英国第一个是香港，第二个是英国。所以香港加拿大是已经有了这个然后英国那边也有那么现在就看澳洲其他的国家好吧。那么明谢李云楚，谢谢向王老师问好。据传1月26号一艘美国潜艇因为遭受中国的电子干扰，在南海触礁沉没。参照历史，1937年12月12号，美国的帕奈尔号军舰也曾被日军击沉。考虑到中国强烈的对外扩张倾向，请问王老师，这次攻击美国潜艇行为会不会引发中美局部冲突的导火索？谢谢。1月26号潜艇触礁沉没，完全没有新闻完全没有。如果有这么大的事儿，没有美国国防部没有宣布过1月20号是美国新总统就职典礼一个星期之内美国潜艇触礁沉没没有发生这个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消息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新闻，而且我不相信，如果美国真的有潜艇触礁沉没，美国国防部不发布任何消息，那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老罗王，谢谢。新年好，不染疫，多甜蜜，少长肉，多钱币OK 谢谢老罗王。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胃糖，谢谢。好，再见。